荷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只是一个安静美好的欧洲小国，它的本土面积只有 4.15 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1814万。如果单看国土和人口规模，称它为弹丸小国并不过分。但如果把目光转向经济和科技，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几乎颠覆了人们对小国的认知。2025年，荷兰的 GDP 达到了 1.33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8位。它的经济总量不仅与拥有 2.8 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几乎相当，甚至还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和波兰这类区域性强国。更惊人的是它的贸易与科技实力。2025年，荷兰出口总额高达10324亿美元，高居世界第6。在其化工、生物医药、精密仪器和水利工程等多个产业长期位居世界第1梯队的同时，这里不仅诞生了飞利浦壳牌、联合利华等世界级巨头，更拥有一家能够直接影响全球科技产业格局的企业 ASML。作为全球唯一能够量产 EUV 及紫外光刻机的企业， ASML 几乎掌控着全球最先进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可以说，当今世界所有的先进半导体产业都根本绕不开这家荷兰企业。因此，从经济与科技实力来看，把荷兰简单看作一个小国，显然是不准确的。按理来说，拥有如此雄厚的经济与工业底蕴，本应足以支撑一支实力强劲的现代化军队。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冷战结束后，随着欧洲安全环境趋于缓和，荷兰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开始持续且剧烈地削减国防预算。到了2017年，荷兰的国防开支仅仅占到 GDP 的 1.1%， 相比冷战时期几乎腰斩。这场持续了近30年的裁军，彻底改变了荷兰武装部队的面貌。最典型的就是陆军。1990年的时候，荷兰皇家陆军还装备着913辆主战坦克，但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直接变成了0。没错，不是几十辆，也不是个位数，而是一辆现役主战坦克都没有了。与此同时，荷兰皇家空军的 F-16AB 战斗机从181架砍到了68架，海军的主力水面舰艇也从15艘锐减至6艘。伴随着装备的削减，军队规模也在一路萎缩。陆军兵力从冷战时期的 6.4 万人暴跌至 2.1 万人，海军和空军的人员规模也同样面临腰斩。对于一个 GDP 长期位居全球前20的经济强国来说，这样薄弱的军事实力显然与其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但如果你以为荷兰人是在盲目摆烂，那就低估了这个国家的战略精明。荷兰不是没钱养军队，而是觉得不划算。荷兰身处欧洲腹地，被盟友包得严严实实，那何必自己买单搞防务？于是荷兰顺理成章地开启了一项极其大胆的军事实验——德荷军事一体化，把陆军主力彻底打包托管给邻国德国，用最少的钱蹭北约最硬的盾。目前，荷兰皇家陆军由17806名职业军人、4873名预备役和3927名文职人员构成。其核心作战力量由3个旅组成，分别为第11空中机动旅、第13轻型旅和第43机械化旅。这3个旅已经全部被打包编入了德国陆军的师级指挥体系之中。首先是成立于1992年的第11空中机动旅，这是一支约4500人规模的轻步兵快速反应部队，曾先后在巴尔干、塞浦路斯、伊拉克、阿富汗和马里等地执行过任务。在积累了丰富海外作战经验的同时，该旅装备了大量可以通过空运部署的轻型车辆，并在作战中高度依赖与直升机部队的协同。自2015年起，这支部队就被正式并入了德国陆军的快速部队师。在轻步兵之外，作为中型轮式机动力量的，则是第13轻型旅。这支部队擅长依靠轮式装甲车进行快速、长距离的机动与分散部署，以便在冲突爆发初期迅速控制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区域。目前，该旅下辖2个装甲步兵营，装备有200辆全狮犬轮式装甲车。为了进一步提升火力，该旅正在组建第3个装备全狮犬 RCT 30步兵战车的装步营，同时还在筹建第41野战炮兵营，未来将混编德制 PZH 2000自行榴弹炮与炮矢多管火箭炮系统。而这支战术手段丰富的中型旅已于2023年4月起全面隶属于德国陆军第10装甲师，而荷兰陆军真正的重装底牌则是第43机械化旅。该旅下辖的2个荷兰装甲步兵营主要装备 CV90 履带式步兵战车，而旅里的核心装甲打击力量第414装甲营实际上是一个德国营。
该营装备的44辆豹 2A6 马祖战坦克构成了荷兰目前唯一的坦克战力。换句话说，荷兰军队为了保留自己仅存的坦克火种，不得不将自己的坦克兵编入德国营，租借德国的豹2来维持训练和战备。该旅也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德国陆军第1装甲师的作战序列。在野战防空层面，荷兰陆军构建了高度依赖美式装备的分层式防御网，远程依靠爱国者2和爱国者 3MSC 防空导弹，中程仰仗挪威与美国联合研制的 NASAMS-D 对空导弹系统，近程则使用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通过将整个陆军全面嵌套进德国的骨架之中，荷兰不仅节省了巨额的行政与后勤维护成本，还依然维持着精锐的作战编制。如果说陆军走的是嵌入德国的精明路线，那么荷兰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则展现出了这个国家在高端装备与自主工业上的硬核实力。作为荷兰武装部队中第2年轻的军种，荷兰皇家空军目前拥有6403名军事人员，1092名文职人员和755名预备役人员。在装备替换上，荷兰空军表现得极为果断。目前，他们已经接收了46架 F-35A 闪电2隐身战斗机，另有12架正在等待交付。这使得荷兰成为了欧洲最早实现主力战斗机全面五代化的国家之一。在运输与特种保障方面，荷兰除了订购5架巴西航空工业的 C-390千禧战术运输机，用来补充现役的4架 C-130H 大力神机队外，还通过北约多国合作框架，共享 C-17战略运输机、A130MITT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以及 E-3A 哨兵预警机。而在旋翼机部队方面，现役的28架 AHA-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正在陆续升级至最新的 AHA-64E 标准，同时装备有20架 CH-47F 支弩杆重型运输直升机、12架 AS-532 美洲狮多用途直升机以及21架 NH-90 NFH 海军直升机。另外还有12架空客 H-225M 超级美洲狮战术运输直升机的订单等待交付。至于荷兰皇家海军，则是荷兰武装力量中最具历史底蕴与核心战力的军种。早在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时代，荷兰共和国的舰队就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在英荷战争与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发挥过关键作用。虽然如今的海军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全球霸权，但依然维系着一支质量极高的综合舰队。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海军舰艇的自主化率极高，核心水面战舰几乎清一色由本土达门造船集团设计建造，这充分体现了荷兰深厚的造船与军工研发能力。在水面作战舰艇中，最核心的是4艘7省级区域防空护卫舰。这款满载排水量超过6000吨的战舰衍生于德国、荷兰、西班牙3国联合护卫舰计划，具备出色的隐身外形设计。其核心精髓在于安装了 Smart L3D 多波束长程对空靶对海搜索雷达，具备极强的远距离空气动力目标与弹道导弹追踪能力。武器系统方面，7省级配有5座8连装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共40个发射单元，可填装海麻雀 ESSM 近程防空导弹和标准 SM2 区域防空导弹。此外，还装备有2座4连装 MK141 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2座双连装隐藏式鱼雷发射管，并配备反潜直升机，具备极其全面的防空、反舰与反潜能力。作为补充，荷兰海军还保留着2艘上世纪90年代初服役的卡雷尔多尔曼级护卫舰。这款3000吨级护卫舰原本建造了8艘，但由于冷战后预算削减，其中6艘被转卖给了比利时、葡萄牙和智利。该级舰采用了第一长宽比平甲板船型、舱壁内倾以及降噪翼红外等早期隐身设计，性能十分均衡。目前，荷兰皇家海军已经订购了2艘满载排水量6400吨的下一代新型反潜护卫舰 ，ASWF 预计于2029年开始陆续替换卡雷尔多尔曼级。而在水下力量方面，荷兰依靠的是3艘现役的海象级常规动力潜艇。这款水下排水量2800吨的水滴型潜艇采用了 HY100 高强度钢，下潜深度可达300米。它最大的技术特色在于尾部采用了接近十字形状的 X 型控制面，这种继承自美国海军测试艇的设计赋予了它极佳的低速操纵性，非常适合在浅海与复杂水域执行秘密侦察、特种作战以及攻击水面与水下目标的任务。
冷战结束后，随着高强度大规模海战威胁的消退，荷兰海军的任务重心转向了远洋秩序维护与联合投送。为此，荷兰在1996至2006年间，先后服役了2艘15500吨级的鹿特丹级船坞，登陆舰能够搭乘600人规模的鹰级陆战队，90到170辆军车以及多架直升机。到了2013年，达门造船集团更是参照模块化思路，为海军建造了满载排水量高达27800吨的卡雷尔多尔曼号多功能支援舰。作为荷兰海军舰队中最大的舰艇，它不仅具备强大的重装备与人员投送能力，还兼具综合补给功能，能为整支舰队提供燃料和干货补给，甚至已经与德国海军签署协议，实现战略投送资源的共享。然而，荷兰这种依靠裁军狂吃和平红利，将陆上防务高度嵌套进盟友体系的安稳日子，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被彻底打破。这场地缘剧便重新唤醒了整个欧洲的安全危机意识，也逼迫荷兰彻底调整了30年来的国防政策。近几年，荷兰的国防预算开始呈现跳跃式暴涨，2023年军费为166亿美元，2024年增至233亿美元，2025年进一步飙升至289亿美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 2.2%。不仅如此，荷兰政府已经提出了长远目标，计划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进一步提高至 GDP 的 3.5%。如果这一目标实现，荷兰的年度军费很可能突破500亿美元。对于一个仅有18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惊人的投入。在装备重建上，荷兰已经拟定采购46辆最新的豹二 A8 主战坦克，试图重新为第43机械化旅建制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坦克营。同时，武装部队的人员规模也在持续扩充中。国防部的目标是在2030年将全职员工人数增加到10万人以上。从冷战后的轻空坦克，到后来的打包给德国，再到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狂砸军费再武装，荷兰军队的变迁堪称整个西欧防务困境与转变的缩影。但在我们看来，荷兰在军事道路上的每一步选择其实都合情合理，甚至有着历史的必然。防务模式从来不取决于一个国家多有钱，而取决于它所处的地缘环境。如果把掌握着顶级工业和万亿经济的荷兰放到今天以色列或者新加坡那样的生存处境之下，谁又能保证它不会成为下一个地缘强赢呢？好了，本期关于荷兰武装力量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科普，别忘了点赞、投币、收藏、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